到了。哎，武先生，这位就是秦同志。我是武廷俊，欢迎你，秦同志。你好，秦木兰。大家都到了，请。不进来吗？这是党的会议，我还是团员，你们开会，我放风。嗯。这位是省委派来的交通员秦木兰同志，这位是陈建文同志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宋文梅同志。你好。你好。大家都坐吧。哎。今天秦同志来是要给我们传达一下陕西省委的指示。秦同志，省委对我们3师的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吗？前段时间，渭北中学的进步师生驱逐了反动校长杨少农。对，省委要求我们广泛发动学运，声援渭北师生的行动。好，我们3师一定会把革命的烈火重新点燃起来。对，3师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学生运动的堡垒之一。我们不能让反动派的势力在这如此的嚣张，我们一定要以非常的手段做积极的斗争。好。老师，通行证到齐了吧？到齐了。好，文梅，你把任务布置一下。岳仲、子平，你们负责去职校点。好。仲轩、火星，你们负责主街的商铺和东关操场。好。建文，你负责去3师田，剩下的由我负责。好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您也当心。好。霍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打断一下了，我有些话要讲。好，你讲吧。最近有些人呢，不务正业，晚上不睡觉出去贴标语，而且有人已经认出来了，就是我们3师的学生干的。是谁啊？没有人承认是吧？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不知道。我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，我手里有一份名单，你们谁是共产党，我心里其实一清二楚。当然，如果现在坦白呢，是来得及的。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有坦白的吗？没有是吧？好。赵芒忠，是不是晚上出去贴标语了？魏主任，我没有出去贴标语。还说没有？上课睡觉还说没出去贴标语啊？还说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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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许打人！赵芒忠他是因为家里穷，每天放学回家都得替人打豆腐补贴家用。你没有任何的证据，你凭啥打人？习仲勋，轮不到你替他打掩护，你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学生。我问你，贴标语的是不是有你一个啊？你是老师，没有证据，不许打人！不许打人！
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贴标语的统统给我自首，否则我就按名单抓人。让开！同学们，我们接着上课吧。快！这个魏海是你们3师的训育主任，反共特别积极，你们要团结起来，与他斗争。对，必须打击他的嚣张气焰。而且他说他手里有一份名单，我觉得那份名单对整个3师的党团组织，还有所有靠拢咱们的学生们，都是一份威胁。收拾他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说的对，对于魏海这样的敌人，我们就是要用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，尽快的采取手段干掉他，消除掉这个革命的隐患。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？魏海住单身宿舍，我建议用炸药炸，或者干脆夜里放火烧死他。不妥，你们都没有学过爆破，弄不好炸不死魏海，反而伤了你们自己。冬梅啊，放火烧也不行，学校里这么多人，一把火烧起来，难免会伤及无辜。而且魏海虽然反动，但毕竟他跟咱们也没有血债，从肉体上消灭他，群众们怎么看呢？仲勋的话有道理，与反动派做斗争，既要讲究策略，又要把握好尺度。咱们这次定下一个原则，只是教训他一下，让他有所收敛。要是这么说，我有个主意。等等，魏海来了，大家先散。来，让开，看什么呢？都散了。哟，刘老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刘老师跟陈老师今天一下午都在闹肚子拉稀呢。这吃什么了呀？闹成这样啊？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呀？老陈呐，你也不行了，怎么样了？还是疼，这一下午都跑了4、5趟了。这不是我那罐粥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没错，不该偷吃你的粥。偷吃？中午我给刘老师错过饭点了，在作坊看你瓦罐里的粥不错，我就非得喝了。哎呀，然后这一下午稀就窜的不停。你们俩，魏主任，这粥一定有问题，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平时得罪什么人了？不能啊，我也没得罪谁啊，而且校长对我也不错呀，是吧？对啊，会不会是学生？你看你平常委歪的，拆胡子瞪眼，有的学生还能想报复你呢。哎呀，魏主任，会不会是学生弄的恶作剧啊？学生？不能，绝对没这么简单。这个是政治，这个是斗争啊！这个事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我现在就找校长去。哎不，我要去县里，我要见刘副县长。哎呀，魏主任。
同学们，3元师范的投毒案，完全是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行动，震动了西安，震惊了省府。我刘某人不得不亲自带人来一趟了。谁干的？自己出来认，我还可以从轻发落。要是没人肯认，查出来了，可就别怪我刘某翻脸不认人了。先生，这些东西全是在学生宿舍搜的。共产党，我就知道是他在兴风作浪啊！有没有人肯认呢？没有人认吧？魏主任，哎，对，把名单念一下。宋文梅，我找到，程建文，不在宿舍。习仲勋，李彦仓，王秉衡，董子平，华岳仲，刘继鄂，高天作，刘全忠，魏德林。把这几个人抓起来。带走。过来，坐。水娃，你叫啥？习仲勋。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富平，习家庄。你一个乡下来的娃娃，家里供你读书，多不容易啊！为啥要学坏投毒杀人呢？你不要冤枉人啊！我没有投毒，投毒的人不是我。哦，我不冤枉你。那你告诉我是谁投的毒啊？不知道。别瞒着了，你年纪还小，不谙世事，难免犯点糊涂。只要你跟我说实话，我马上放你出去。站住！干什么？老总，我来看一下我娃叫习仲勋，他还是个娃娃，还是个学生，他被冤枉了，我进去看一下。这里不宜。我真的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？真的不知道。我问你，程建文是你的好朋友吧？我们认识，算不上好朋友。是不是他投的毒？你是不是他的同伙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投什么毒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同伙。习仲勋，你这个贼娃，你知不知道本县为什么要亲自审问你吗？我就是想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，你一倒好，给老子玩一问三不知。我看你小子是往我身上多铁了心了，非要和政府顽抗到底吗？县长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那你要我说假话不成？进去看一下就出来了。见棺材不落泪啊！
睁大你的眼睛，看看那是谁！干什么呢你？不许！出去！听我！不许！老总，我求求你们，让我进去看上我啊！站着别动啊！信我！信我！他们告诉我，这个人就是你打。听说你出了事儿，就从富平赶过来，非要进来见你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碎娃，懂点事儿，心疼你打，把实话跟我说了，我立刻让你打带你回家，怎么样？老总，那我倒是冤枉你，你就让我进去看看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不吃敬酒吃罚酒。来人呐，在，带人把那个老汉赶走。是，县长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跟我大哥没关系。你咋能轻视无辜的人呢？你干啥？我来看我娃。看啥看？老总，我娃他还是个娃娃，我给他送点吃的。碎娃，心疼你大了吧？你要真心疼你大，就快点跟我说实话吧。告诉我，投毒是你的主意吗？不是。你是不是共产党？我不是。还敢狡辩？你那几个同伙都已经招认了，他们说你跟他们都是共产党。谁？你让他们来跟我对峙。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加入了共产党？武廷俊、宋文梅、程建文是不是共产党？我不知道。三师究竟有多少共产党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我马上放你出去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习仲勋，你这个碎娃，心比石头还硬，你不心疼你打。我告诉你，本县长的忍耐和宽容是有限的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说不说实话？来人，给他带上刑具，关起来。是。开门。好。看什么看？走！走！同学，走！我是吧？我是吧？那么是，他们打你吧？那么是吧？仲勋，武先生，他们打你了吗？你怎么伤成这样啊？没事，没事。先生，盯着点。走。怎么回事？昨天夜里，我去找陈建文，通知他转移，被巡逻的狗子盯上了。我们分头跑，我腿慢，被他们撵上了。
那帮反动派是不是给您上大刑了？没事，这些伤奈何不了我。革命者总是会经历这些的。现在看来，他们抓住投毒的这件事做起了文章，又联系起了贴标语这件事，大造舆论，欺骗群众，闹得全省都沸沸扬扬的。你我都要做好长期在狱中做斗争的准备。不怕，坐他几年牢有什么的？好样的，仲勋，坐这儿。一个人面对黑暗，都会有恐惧。只要我们能联合在一起，不再是一个人，就会真的不害怕。看来，他们对贴标语这件事情还没有证据。只要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坚持斗争，不泄露组织的机密，那敌人就拿我们没有办法。明白，我会把同学们团结起来，坚持抗战。好，党正在设法营救我们，上级指示我们要在狱里成立狱中党团组织，由我来负责。你是共青团员，以后的行动要由狱中的党团组织来领导。我先去。哎呦，没事，没事。吴先生，我坚决服从组织的领导。好的。可就是我们现在被关在大牢里，该怎么斗争啊？既然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只是怀疑，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来争取我们的权益。从明天起，我们就开始绝食斗争，要求改善条件，要求我们能够读书学习。只要我们能够读书看报，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外面的形势，就能够更好的与敌人做斗争。这个方法好，就算在这牢里，我们也要跟他们斗到底。仲勋，你还年轻，在这里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忍耐、蛰伏、等待，严冬过去。哟，大大，咋样？你好些没？老杨，三达，你拿来。哥，这会儿咋回事啊？他三达，秋英，你先吃去。事情咋闹成这样子嘞？哎呀，他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子嘞？啊，老三，我怕是不行了。哎呀，哥，我说这话，以后家里就不拜托你了。你说啥嘞？咱莫说这丧气话。这样，赶紧小兵
我就找个郎中。他孙达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嫂子，你还有孕，小心点。没事。那三达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不管咋说，把咱媳娃从大牢里救出来啊！哎呀，这事我打听过了，咱原先那个县长刘有奇就保持这么好东西啊，现在抓了咱军娃的把柄，再想从牢里把他捞出来，少花不了钱了。那要多少啊？咱凑凑。家里那头驴买走了，不是咋凑呢？怕走是怕，咱凑好了，跟人家心里想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嘞。走，这样，你先照顾我哥，我还找郎中去了，你去吧。钟勋，来，钟勋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1年前，一项扶贫特支提出了入党申请，因为年龄不够，未获批准。此情况是否属实？不只是年龄，我认为我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，都还需要接受组织的考验。这段时间，你一直努力地在为党工作，无论敌人怎样的威逼利诱，你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和恐惧。在与敌人的斗争中，你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，特别是这次绝食斗争，你也表现得特别突出。你能把同学们组织在一起，团结在一起，大家对你评价很高。钟勋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还想入党吗？想啊，当然想。那你现在要想清楚，在现在这样最黑暗的时刻，共产党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，你还愿意吗？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我一直以来最光荣的追求。那个反革命现场审讯我时，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人，我当时都想说是。吴先生，我想一辈子都跟着党，我愿意入党，绝不反悔。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同志。习仲勋同志，我代表豫中党团组织正式向你宣布，接纳你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，你同意吗？来，油灯。朱军同志，宣誓吧。怎么宣啊？对着党徽，向党说说自己的心里话。我习仲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党的人，永远听党的话，永远遵守党的纪律，
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，永远不攀登。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，奋斗到死。县长大人，这可又过去了2天，这群绝食的学生不吃饭咋办？再绝食，不就饿死了吗？县长大人，这群碎娃现在可是个烫手的山芋，要是真饿死在咱们这儿，咱们又拿不出人家是共产党的真凭实据，恐怕会出问题的。那你说咋办？这群娃顶多是受共产党怂恿的瓜娃子，生不出来个啥，杀又杀不得，倒不如找个借口，转手送给西安的大人们。这个主意好啊！马上草拟本报告，把娃娃们的情况说清楚。如果上面让我们杀，罪过也不是我们的；如果上面说一群学生，你们为什么要杀，我们就说我们审不清楚，请上面核查。我这就去办。等等，即便是这样，也一定让这些娃娃先把饭给我吃了，绝不能饿死在我这儿。是。同志们，南昌起义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、广州起义都失利了，我们急需一场新的起义来展现我们自己。现在，根据中央的要求，省委的指示，趁李虎臣举旗反冯之际，率新3旅前往潼关。这次机会，我们迅速脱离李虎臣部，前往渭华地区，配合陕东一带的农民起义。对于这个决定，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。没什么意见，我们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。好，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你们看啊，渭华地区属于交通要道，而且离西安太近，部队一旦在这里举事，不利于回旋，很容易被敌人的重兵围困。徐旅长有顾虑，固然有道理，但是也应该看到，我们在渭华地区是有群众基础的。军阀连年混战，土豪劣绅横征暴敛，这儿的老百姓反抗的情绪就像干柴一样。只要我们新3旅打响这第一枪，那这种革命的熊熊烈火就会席卷整个关中，横扫一切反动派。同志们，8届会议上，毛泽东同志是这么说的：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，所以武装斗争这条道路，才是咱们眼下该走的正确方向。但南昌起义、湘赣边起义还有广州起义，情况可都不太好。要革命就不要畏首畏尾，先把事情搞起来，没准这次就是最合适的机会。我同意，同志们，新3旅是我们党在陕西掌握的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，这个拳头打出去，不信成不了事儿。别不信啊，万一成不了事儿呢，我们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要去占山为王吗？不是不同意起义，是我们要谨慎。徐旅长，走。刘志丹，谈谈你的意见。我的意见是坚决起义。为什么要起义？去年4·2以来，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们多少同志？刽子手的屠刀
恐怕都卷了刃。反动派在狂笑，我们在痛哭。可是我们不能只是在痛哭中怀念自己牺牲的战友啊，要还击，坚决有力的还击。当然，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有胜利也会有失败。但是现在，在革命最微弱的时刻，要起义；时机成熟，要起义；时机不成熟，也要想办法起义。起义最终胜利要起义，起义遇到挫折，一时会失败，还是要起义。因为我们坚信，革命最终必定成功。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枪声传出去，把我们的吼声传出去，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敢站出来，敢打出去。起义的旗帜已经准备好了，难道让我们把它藏起来吗？快走！吴先生被关了2个多月了，现在又被押到西安。我看大家情绪都不高。关了这么长时间，想家了吧？想我达了，还想我妈。大家都不要灰心，虽然这里阴森，可是这里还是有阳光的。钟勋，你就把这照进来的每一寸阳光，都当成你爸、你妈看你的眼神，暖和、亲切。秋月，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。好。许烈，醒醒，醒醒！哎，你们是干了啥被抓进来的？在这里能有这种待遇的，都是同路人。你们是从哪里转运过来的？我是从3原县过来的，都是进步学生。
他是咋了？战场上负伤了，被反动派抓走之后，就打成这样了。是条刚烈的汉子。谁？啊？谁？慢点。铁烈，水来了。来。谢谢你，小兄弟。兄弟，你们是起义部队吗？是的。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，兄弟，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？